指挥使大人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本侯爷也不能跟小人计较。但是，他这擅闯侯府，搅扰功勋，我要是就这么放过他的话，这要传出去，别人都会觉得我叶某人好欺负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小家伙，快帮我想想啊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来，把这个狗食给拿过来。你不是要拿锦衣卫压我吗？锦衣卫再厉害，那也是皇上养的一条狗，一条狗。你只要把这盆狗粮给吃光，那我就饶你谋逆大罪。你太过分了！尹仙，你太不把我北镇抚司放在眼里了。你北镇抚司擅闯我侯府，把我太平侯放在眼里了吗？张为民，告诉你，我要是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圣上，你不但会被革职，刚成立的女卫也会被解散，甚至还可以让这个以下犯上的沈并凡看透示众。太平侯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指挥使还有北镇抚司无关。但你若是想羞辱我，你白日做梦！你干嘛？我沈并凡宁死不屈！干什么？不要！我不能连累你们。只要你敢自尽，我也可以放你们北府一马。谁敢动他？长少，没事吧？长少，你怎么来了？耍什么威风啊？你让谁吃狗粮呢？不是，是他私闯我府邸，我是带指挥使大人教训他呢。你何德何能啊？一个靠裙带获得爵位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替指挥使大人教训北镇抚司的人？你一张只画个鼻子，好大的脸！长少，不是，长少，真的是他闯我府邸在先呐。他闯你府邸，因为有贼人夜入你侯府，他担心你的安全，前来查案。他闯了吗？他还没到前院就被你拦下来了。你威风耍够了，何必得寸进尺？你还要御前启奏是吧？哼，好啊，我就跟你表姐夫还有皇上说说你平日干的事情，让他们开开眼界。别！你看长少，我不知道你和这个沈大人是什么关系啊？但现在我想明白了，这一定是误会啊！误会！那人我可以带走了吗？当然了，长少，您请便。慢走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你可知道，锦衣卫是个组织严密的朝廷机构。你这身飞鱼服，这把绣春刀，不是随便给你的。你穿上它之后，不再是一个个体，你代表整个北镇抚司。你做事之前，能不能考虑到以大局为重？我以前独来独往惯了。那就交回你的令牌，回你的江湖上去。你毫无团队意识，还如此自负，你不适合在北府当差。可我怀疑太平侯府窝藏朝廷重犯，我想查案，有错吗？你以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
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做吗？就算是当今皇上，有多少无奈、无法、不能去做的事情？朝廷有朝廷的规矩，如果你想继续在北府当差，就明白他的道理。你要想继续去江湖做个侠士，可以，你可以蛮干，那你要辞去北府的差事。难道一入官场，就真的身不由己了吗？没错，江湖有江湖的法则，快意恩仇，无拘无束，这就是我开设崇二楼的原因，自由自在。但一旦设身朝廷，你就要有自己的立场，你的一言一行不是代表个人，你是锦衣卫，你一味的特立独行，你会连累多少人？当时太平侯万一较真起来，女卫被撤，花满阁怎么办？程心田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属下不知深浅，贸然就以锦衣卫身份去闯太平侯府，连累北镇抚司，罪该万死，还望大人降罪。沈冰帆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居然敢去招惹太平侯阴险！你知道不知道太平侯阴险人很阴险呐？属下一心拿贼，忘了顾及对方身份。幼稚，十分之幼稚！别说你们亲眼看见，这刁徒进入了太平侯府，你就是发现了这太平侯阴险包庇他，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啊？你手里没有铁证，奈他如何？想去扳倒这朝廷御封的一等侯爵，谈何容易啊！属下知错。行了，知错能改，老夫就不责罚你了。记住，下不为例。多谢大人。只是这刁徒销声匿迹了，如之奈何？我们既然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暂时按兵不动。但这10日期限若到，如何向朝廷交代？那都是老夫的事情了。属下给大人惹麻烦了。我想我们已经惊动了刁徒，在短时间之内他不敢再造次了。但是你们女卫切记，一定要尽力去拿住这个采花峰刁徒，这样你们女卫的地位才能够更加巩固，老夫这个脸面才能找回一些。属下若擒不回刁徒，这锦衣卫我便不做了。这次你闯的祸可不小。这次确实是我有些冒进，以后不会了。那就好，以后啊，凡事都商量着来，人多总是办法多嘛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倒有个疑问。什么？这常北明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何如此骄横的太平侯见了他，都像耗子见了猫似的？花姐言之有理，不过我也有个疑问：那日为何你施展轻功之时，凌空有一声猫啼？我去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花姐，小心啊！啊？没有吧？什么呀？你呀，定是听错了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哎呀，冰凡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抓刁徒。花姐所言甚是。等等，这把我要是再输了，你这个月饷银可就没了。
沈小七。太平侯为何怕你？昨天的事忘了？我没原谅你呢，现在还来质问我。太平侯阴险，连指挥使大人都不怕，为何会怕你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这个所谓邪不压正，有理走遍天下。我要听实话。实话就是，你猜？难道他也欠你钱？太配！什么？我说有理，说得对，聪明。不愿意说实话就算了，我自己去查。原想潜入北府销毁资料就离开，为何突然会喜欢上如今这种日子？难道被这2个丫头带动了心思？北镇抚司仗势欺人，藐视皇亲，无圣旨金牌，私闯侯府，诬陷微臣，窝藏重犯，请万岁做主啊！圣旨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太平侯阴险状告北镇抚司以下犯上，藐视皇亲，严重损害皇威与朝廷之声威，违背律法，滥用职权之秩序混乱。只到之日起，锦衣卫指挥使张维民立即入朝，向内阁解释原委。钦此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属下罪该万死。平日里你飞扬跋扈，不把同僚放在眼里也就罢了，你竟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朝廷怪罪，我一力承担。左大将兵，在。将沈明凡的腰刀、令牌拿下，待指挥使大人回来，另行处理。哎，都在呢。北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给锦衣卫丢脸。大大人，这次是想看我北府的笑话是吧？张为民，哎，太平侯参你纵容部下，搅乱侯府，藐视皇亲。大人，这话说的夸张了。那你说个不夸张的吧？那这不得赖你们吗？什么？你要颠倒黑白了？那这不都是你们逼的我吗？你们限期，我10日内捉拿这个淫贼刁徒。这刁徒潜入太平侯府之后，这不管这一切他知不知情，那我得派人去看看吧，我得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吧。谁想到这个太平侯不领这情，还到圣上呢，还有咱们内阁还参了我一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知好歹，对不对？据说去的人可不是你这套说辞啊，来的人是你新招的女卫沈冰凡。她直眉瞪眼的强闯侯府，喊打喊杀的要搜查呀。我跟你说，那都是一面之词。首府大人，喝茶。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言语不当啊！那就是小小的顶撞了这个太平侯，对不对？太平侯那是什么样的身份？那是大人大量，那能跟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吧？如果侯爷真跟他一般见识了，那就有失一品大员的身份了，是不是，首府大人啊？听闻北府指挥使一向都是护犊子的，今日一见，所言非虚呀。当然，此
此事纵然有误会，但是沈冰凡搅乱侯府是不争事实。太平侯御前参奏，万岁垂问，内阁也是很为难。这样吧，你回去严惩沈冰凡，给太平侯一个交代，然后老夫出面斡旋，息事宁人，你看可好啊？大人，你喝水啊？但是你可别护短呢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这一定严惩他，他下一就根本没有下一次。那还差不多。代犯官沈冰凡。属下参见指挥使。沈冰凡，你以下犯上，搅闹侯府，老夫要重罚于你。你可服气？属下知罪，甘愿重罚。好，既是如此，我就责罚你3个月俸禄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才3个月俸禄，罚这么轻啊？你什么意思？那罚你3个月俸禄，你试试？我又没犯错，罚得着我吗？大人，你要老这么偏袒他们，万一让内阁和南府那边人知道了，我们哪个混账王八蛋敢说3道4的？老夫我是按律惩戒。国开呀，咱们这个格局一定要打开，开！如此不体恤下属，以后将来谁给你拼命啊？啊！属下多谢指挥使大人体恤。大人。冰凡，找我何事啊？属下再谢大人回护之恩。你不应该谢我，是常北明替你说的话，否则重罚你。常北明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为何连内阁首辅都要礼让3分？你们2个隔壁相望，你可问他呀？回家？这不就是他家吗？自然不是，这是少爷的买卖，他另有府邸。我家少爷主要还是担心沈姑娘你，恢复帮你平事去了。只因你曾擅闯入梦，虚实难辨，醉意朦胧。心颠沛流离，却怦然千百人海之中。热血微凉，尘世翻涌，江山如画，如你潇洒。拔剑茫然，执念早已轻声放下。你许的誓言是真心难作假，却向天边留下，不为谁停下。收起梦中情话，相忘于天涯。与回忆相拥，途经一场繁华如梦。你藏于人海中，沉默不作声。也想云淡风轻，奔赴辽阔此生。